木偶师的这个变路易，其实收益也不是很大。对。 一边来讲的话，你要不变的话呢，那人家可能用焰火舞台给你烫住，变不了。但变了的话呢，其实我只要跟紧你的一个身位，你的一个变身结束之后，我还是有机会上球。对，会被逼得很快。那真的大防，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扛压。对，因为刚刚那个点位一旦监管选过去的话，牵制地形实在太差了。对，很难去进行一个牵制够吧。是。然后宠爱这边也是选择在了一个绿河上。 好，那进入比赛画面，其实这局宠爱它是可以对绿河的木偶师进行一个追击的，因为木偶师这边携带的天赋，它也是一手化险为夷。对，所以说本身你在技能上就有点被克制的情况下呢，天赋上也没有带一些牵制。对的，第一段双生惊喜已经给到了一颗焰火标记，已经上了2颗球了。这个上球速度非常快啊，而且这个绿河的荡绳，哎，直接也没有变出来，直接荡过去。是的，那一下就打成半状态了。包括队友那边的话，密码机起的也没有那么快啊。 而且进到前面的板区的话，双红惊喜上球还是很方便的。对，有点被架在这个双板区了。对的，一直用焰火舞台封着你的技能，不让你交出路易。那看一下这个变身结束以后怎么办啊？还是要在这个单板去搏一下，没办法了。直接一个抽刀抽倒，那这样子51秒的击倒节奏可以说是非常快的。是的。好在说这边没有地下室吧，救人压力不会很大。 再看一下外面的信源的话，也是摸了半个机械傀儡的，主要还是看2波化险为夷套下来能拖多长的一个时间。对的，狮子这边也是提前撒手不修电击过来卡身位了。主要刚刚他离倒地的一个位置太近了，如果想弹密码机的话，可能宠爱就直接逼救。想了一想，决定让磊磊的星女儿进行一次救援。那这波球上是有2个人都没破野，不过好在有个娃娃还在修。哎，是的。 是一个无伤救下来，要不要再摊一刀星瑶的状态？飞轮躲掉了啊！但是双手惊喜还是非常精准啊，还是打到了状态。再回身找一下这边周末的牧师。如果他能活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的话呢，还是有机会再变一会儿，再牵制一下。这边宠爱的双红惊喜在 CD 阶段也是成功拖出了化险为夷。 这个也是一直在躲惊吓标记啊，不太好上。好，这里实在没办法了。那就把它挂回绿河地段之后，再让狮子再卡满救一波，刷一波化险为夷。主要杏儿那边也是把状态给调整好了，排到了这边狮子的位置。我下铲，哎，没有看到吗？第一时间还是能够安全贴到椅子的。 我尽量还想拖一点时间，一个震颤出来，直接一个无伤救，但还是打到了守门的一个状态。对的，能摊就摊嘛，毕竟宠爱现在手上还捏有移形，摊的话是肯定不会有任何风险。是的，外面的半状态越多，我后面续节奏也越快。我是利用化险为夷的时间，赶紧把这台守门人的第1台开掉。对，本来也是将近一个压好的状态嘛。 那这样子的话，木偶是挂飞，宠爱手上捏有移形。外面密码机还差一整台。对，风险还是很大的，得看这波马尾能不能扛住压力了。首先他是先把密码机给点亮，那其实这波牵制上来讲，只要离最后一台密码机远一点啊。对，但是他不能倒得太快，因为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没有起到。是的。现在刚开始修，身上已经是2颗球了，还差一颗粘土的惊吓标记。 哦，宠爱这边也是预判到了马尾会使用飞轮啊。我这波飞轮的话，还是减缓了自己的受伤的一个时间。哇，瞬间又上了2颗球，那还好说是成功翻过了这个板子。手上捏有一个3层猿猴咒像，应该还能再牵制一会儿。哎，但是是一个远程攻击，狙击非常精准啊。哎，宠爱是不是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娃娃蹲在这里？对，因为这边一直有个耳鸣嘛，宠爱应该是能意识到是新女儿的机械傀儡在卡这个耳鸣。 那这一波牵制，其实在密码机上来讲是够了的，因为等他上挂密码机已经1半了。对，但是呢，哇，要牵过去，会压到这边狮子的破译，而且狮子还是个半状态，还是比较危险的。不过好在狮子还是有一把满铲的嘛，所以说是可以再拖一点时间。哎，直接被烫出来了。哦，那这样子的话，10秒钟的真空期 CD 好像有点危险。被击倒的话有点危险呀。对，现在就差一个粘土了。哦，击倒了。 而且这边还是台1铲，求生者可能要被迫新起了。你的化险为夷都全部都交掉了，不可能再拉走这台1铲。现在有点带不走了，而且刚刚2个人的位置其实对于宠爱来讲比较清晰啊。他知道马尾倒了以后呢，磊磊是过来摸他的。对的，那就看这波磊磊怎么救援了。他手上还捏有一个信号枪。对，
先上一颗球，直接开枪，确保说是把守门人稳健救下来，并且保住状态。对。啊，另外一边的话，密码机也在起，不过现在进度差的还比较多。守门人尽力牵制吧，铲子被打出来之后，看能不能玩一下荡绳。好，荡过去了，但是还是双重一个惊喜，非常精准的远程双重惊喜。是。那这样再进入2挂的话，那台密码机才30多的进度，而且磊磊这边是没有弧光返照的。而且喧嚣2接了之后是很难进行一个救援的。如果说你在外侧被发现了，可能在外侧拦截到，你直接救不下来。因为他刚刚信号枪已经交过了，现在属于是手里没有任何道具的一个状态。只捏有一个飞轮，看磊磊这波怎么操作。还要在上面稍微等一下啊，然后荡绳贴过来。刚好是把惊吓标记这个时间给拖过了。是的。密码机还不太够，那现在掉状态了，就一定得救了。27的密码机有机会拖够，93。但是磊磊这边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的。对，所以说就算压好了的话，他这边也吃不到这样的一个回状态效果。对的，守门人这边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铲子，他可以过来稍微卡一下耳鸣，先确保这边的马尾把门开掉。对，因为毕竟马尾那边离门还比较近啊，所以说贴门时间比较快。那我觉得守门人就不走了，我就在脸上晃。先保队友稳定跑一个。对对对，我队友点门嘛，撑下来。哎，磊磊走很灵活，一直在扭这个双惊喜。是的，啊，这边的话转了一下转盘，一心跟进狮子的位置，还差一颗粘土的惊吓标记。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这局其实应该是一个3抓了，因为磊磊那边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自己会更慢一点。而且距离比较近嘛，再加上马尾那边开的门也比较远，也不太可能再回来，就保证走一个。对的。哎，但是马尾这边好像想过来搏一下吗？我觉得没有太多操作的空间啊，主要是。对，主要是守门人这边的话，挂飞，一个挂飞状态了。对。那这样是马尾出门，宠爱在上半场拿到了一个3抓。这把幸运儿在后期还是阵容拿出来的话，我觉得狼队也是蛮有进攻性的。主要还是去保护一下阵容里面的幸运儿，不让他作为一个1次牵制的对象。这样子，如果幸运儿能保住的话，后期的密码机就有一个保障。其实你放在外面，无论是骑士还是弓箭手的话，他的一个基础牵制一定是不会倒得特别快的。对，看绿河对里面是最安全的。直接把它包围住，一个经典的俄罗斯方块神点。就看一下，因为这个点就算牵制起来的话，一路牵制。好，那进入比赛画面可以看到，小谎言这边是开局先驱赶一下这边小果冻的破译，之后再掉头找一下，看他选择谁作为追击目标吧。487那边的话是先摸了一个娃娃，然后自己的包裹还在手里。对的。那看起来小谎言还是又不是他应该是想开局先驱赶一下求生者的破译，然后顺道积攒一下愿力，再回身掉头杀下这边的小天。就觉得弓箭手我前期不处理你的话，后面就会比较麻烦。对，但是这一剑空掉之后，好在说撕裂之挂到，那还是能飞掉这个笼子。是的，因为它整体的一个位置给到他拉扯的一个余地比较多。再套上一个笼子，走一个8字，看能不能拿到这一刀。还有一个后撤但是这里好像。这就是弓箭手这个角色对跛脚羊的克制。虽然说剑空掉，但是我只要撕裂值挂上，我就可以规避这一刀。你大概钻个1、2下笼子就已经要给我挂满了。对的，这边也是预判到了小天会钻回来，拿到了一刀。现在的话，其实手里就只剩下一个龙骨弓了。他这个牵制时长已经算是很够的，就再尽力看能不能再拖一会儿。就看一下能不能再废一个笼子。哎呀，可惜，因为他的核心。对，主要是他的道具交出去了，但是人还是倒地了。对的。好在说是幸运儿保住了，所以他可以用机械傀儡，然后多抢一点密码机进度。看一下小明就在脸上，那这一波可能只能让守门人来救了。而且守门人的铲子其实是非常契合这边的观众效应的。对，它可以让队伍把观众效应这个天赋发挥到最大。这边也不是很着急啊，还是等一下这个淘汰进度。起来吃一刀的话，这个笼子也消掉了。对的，弓箭手这边没有道具了，那就利用化显微的时间稍微倒远一点吧。对。
啊，队友这边那个密码机其实也蛮快的，因为整体小天他牵制了一个位置啊，让监管其实干扰不太到对面的一个密码机的。没错，这个插眼只能在追击上起到一些效果。这边倒在了大房附近，那旁边就是小果冻的骑士，并且携带了化险为夷，可以进行第2波救援。我看小黄想把它尽量挂的比较靠角落一点点啊。对，这个地方的话，26空间就更小一点。对。而且你来救援的人可能也会比较有压力啊！这边是直接知道他的位置。哦，预测对了之后，想决定再卡一会儿血线。而且直接一个容易过敏，这样相当于是一个无伤救啊！而且这边小天还可以再逼一波牢笼的愿力。对，这样在倒地淘汰之后，其实密码机可能就剩一个半台多一点点。对，其实小果冻这波无伤救援真的非常关键，因为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是的。如果说这波无伤救，就可以确保后期不会被小黄人这边拿到机会，然后最后压个起身的。他也不用去花时间调状态啊。对。现在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脸上这台的话有点被压到了。这台密码机进度不是很多，可能需要外侧队友配合他进行一个拉扯。那么再去多修一台。哎，一个落地刀，但是上来了，但是果冻好像还没下。警惕性很高。还是在上面。故技重施。第2次过来。感觉还是插个眼确定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下来了。这个笼子可能不能放到那个跳楼的位置，他可能得再放近。对，或者你直接把他先逼下去，然后再放笼。对。因为果冻他的一个比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嘛。这边放一个黑龙，这刀能拿到吗？哦呦，这边隔了还给拆掉了这个笼子，很秀啊！那这样子手上还有最后一个头盔，密码机已经来到了最后的90%。对，其实是可以压好的一个状态了，而且果冻才刚刚半状态，那就直接亮，手里还有一个头盔。再预测一个技能，让你贴近不了位子。那再预测一个平 A， 这边破掉了，但是果冻进板了。对的，那这样还可以再进行一个博弈。成功击倒。另外一边门刚刚贴上，然后小谎言的话也是切了技能。不过这边果冻它是一个1挂。这边的话选择大胆直接传，门口是一个487的信源，手里是有道具的，你第一时间很难直接把它解决掉。那边的话，小明是可以把小果冻成功救下来的。对，因为他在骑士倒地的一瞬间就已经开始往回跑了。哎，现在再回去守一下哦，他在躲怀表，然后再哇！但是飞轮躲掉了这一刀。那手里其实还有一个护腕，然后这边板区也还在。这个护腕还甚至可以再撵一下，因为你的跛脚羊愿力有点续不上了。是的，他现在没有牢笼。那另外一边2个人是肯定拦不到了嘛？对，你传送已经交过了。是的。哦，在放笼一瞬间弹出去了，然后这个笼子就废掉了。好厉害的预判。但是可惜地窖不在这儿。对。在那个大房里面，大房附近非常远，千里之外。对角线，如果在绿河附近的话，可能真的有机会走啊，因为跛脚羊的愿力很少。不过487这把牵制也是很尽力了，一个看门战的幸运儿，手上一个怀表，一个护腕，拖了这么长时间。那这样就是狼队成功保平，拿下了 BOE 的大比分。对，拿了一个5比3啊，是在对面选图的一个情况下。觉得起点战不太好追，因为对面求者会通过点站台去阻止你进行追击。对，那只能说是中点站台或者是鬼屋的那名求者。中点的话，毕竟他只能在这边给你绕嘛，对吧？但是又考虑到，其实像飞行家这种角色，如果站在中点的话，他大概发现这边的资源用的差不多，他有一个高喷是直接可以抢。站在了中点进行一个抗压。那就是想让杂技去进行牵制，那飞行家这边很有可能是有再去多带一个化险为夷之类的。对，并且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反心理，让大副站在了鬼屋里，然后空军。好，进入比赛画面可以看到小黄人这边直接奔着终点的杂技演员去了。小天，那这边的话是有一棵树的，看一下暂时还没有出圈。这边种一棵树，想通过定点拉火拿一刀吗？还是比较难，因为是的，位置太远了，所以说只能给自己稍微加个速。而且小天这边也是有提前防范到嘛，不可能说是让你生成一个秒火拉到的。对的。卡一下自己的一个狩猎本能。这边出圈会带一个紫火，看一下这波火能不能主要还是距离太远了，球上有太多的身位可以去扭掉了。而且杂技演员如果待会儿上了站台之后，又会有个跳点。就这种超远距离，基本上很难去命中到球商。
先把小天逼离终点的位置，再想办法拿刀。啊，这边直接飞轮交出来也是比较稳健啊，因为身上的火比较多。那前面还可以再交球进点，你可能只能通过闪现拿刀的。前面只要躲掉这个火，啊，然后不用交球了，直接进这块板就可以了。因为身位还是很足的。对。哎呦，这个是鬼火成功预判到杂技演员跳球的位置。对，那这边闪现就击倒了。还不得不说，艾枯伟这个抓机会能力确实强，只要你鬼火命中一颗，我闪现就可以。然后他一直举着手拉着这个火，但是又不真的拉出来，对于球上来讲压迫感很强啊。不过你看外侧的密码机也是来到有一个3台了，所以对于求生者来说，保平肯定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是的。而且杂技演员因为前期没有完全把球用光啊，所以说他有一定的一个2次牵制能力。对的，小明这边要出第2道怀表，也是成功的跟野子贴近了位置。但到以前的话，艾枯鬼还是有一定的手影能力啊，有一个拉火以及加速带上的出刀。哎，对的。但是火躲掉了。哇，很极限的一个救援，而且把这个血线卡的也很足。对，卡的最死。这波是想去进行一下牵制的，不过两边已经提前被小谎言布好了这样的一个加速带啊。对的，一个跳站台的一个定点拉火也是成功击倒。对。那有加速带的话，还是能够再牵回去啊，牵回刚刚那个位置，因为这边的话树也比较多了，板子也用的差不多了。那第2波的话，可以让这边的487，但是487这边被通缉了。哎，脸上不过他好在位置比较近啊。是的，一个定点拉火非常精准啊。要不要换人？就其他人先过来压一压，人不一定救，但是要赶紧压一压。但是只能是半血的小明过来。对，因为另外一个人太远了。这就是顶尖爱护鬼的一个秒火的精准度啊。是，这边摇表的话要抢救一下了。拉到了，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双倒。对，然后这边也没溜动，他的球没有交出去，那这样的话一个双倒。对，而且你看现在如果小天被淘汰了之后，小明还可以被再次续上节奏。对，这边的话是个半状态的空军，他不太敢给这边的一个压力啊。另外一边的人又比较远，这里先挂上了大副。但是空军也不敢过来救啊，因为这边的一个椅子距离太近了。小果冻现在从鬼板往这边赶啊，刚到鬼屋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于487来说，现在的一个主要任务还是要赶紧破译脸上这台密码机，对，不要给你3连。破译完了再去补那台30多，但是这个路程中间的话，其实果冻要扛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对，而且它是没有一个化险为夷的。对，再加上大副救下来也没道具了，所以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说，这个局势真的不容乐观。这边大副的淘汰进度已经过半了。对，小谎言确定他是要过半的情况下，直接追出来，因为知道你们的最后一台密码机在对面，想直接解决一下半状态的空军。但是空军这边是有信号枪以及飞轮的。慢翻成功预判到了小谎言这个人的闪现。对，他是想闪过来直接打一个震慑，这样你就交不出来枪嘛。但是被这边给预判到，因为本身也是个慢翻，他没有说那么清楚的给到你一个时机。是的，主要还是距离不太够吧，再加上空军他翻窗有一个加速嘛。对，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球商那边已经是把人救下来且兴起了。对，487这边是有弧光返照、有飞轮、有道具的。那这杆信号枪，你看487要省吗？感觉可以省一下，因为手里的飞轮还是有机会躲火。是的。然后板子资源也比较多。有到开门战的话，这样子有一杆信号枪就有更多的牵制手段。对。现在这个平局面又打出来了。密码机的话已经到了60的一个进度。看这波鬼火没有拉中，手上还有飞轮，想同时再把飞轮省一下，因为就算交出飞轮你也不好进点。对，刚刚也是个空地嘛，所以说飞轮留着，又有枪又有飞轮，开门战的一个说法更大一些。这波有个地下室，但是小谎言没有决定挂地下室，他想挂门，在起点附近压到门。对，让你们至少点不了这个门。但是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是不慌的，因为487现在手上又有飞轮又有信号枪，对，是完全有牵制能力的，很难把它秒掉啊！而且你没有挽留嘛。而且现在对于小谎言来说有点尴尬，他现在手上没有树了，对，也没有树，就是有点啥都没有。而且离他最近的树还挺远的，他要去捡枝，终点站那边比较麻烦。对。扛到了，那这样大家都是一个满状态。对，而且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安琪松可以中。对。这边果冻其实不是很担心啊，他的一个道具也还在，然后状态也比较好，手里飞轮也在。手上还有悬停的，想直接传小明，
小明毕竟是现在场上唯一一个没道具的人了，对，但是这边他离地窖非常近，而且小黄眼这边是没有急来挽留的。对如果说是那边起点们看完之后，小明这边是有机会走这个地窖的。他得躲掉这个火，这个火是有点锁他的位置，躲掉了但是躲掉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走吗？能走掉吗？哎一下走掉了，完成一个3跑。哇，这个局面被成都狼队成功盘活，完成一个3跑。那真的太，觉得得悬点上把它保一保。对，而且他可能还会携带一手救人天赋，所以前期压力可能就更大了。要不就飞轮化小位移嘛，对吧？飞轮化小位移反正我觉得飞轮是一定得带的。得带，要不然你不带飞轮的话，操作空间就会非常小。本来逼你嘛，因为首先我要捡一些零件，那我走路上去的话，其实你可能还是要出鬼屋这样的一个点。哎，对的，而且对于宠爱来说，现在选择也很多，他去找终点站的冰块其实并好。那进入比赛画面，宠爱先捡一下脸上的小竹笋，捡了一个风翼，小女孩这边还是直接传走了。他可能是觉得起点站密码机被封，我要修鬼板还会被换节奏，干脆我直接传过来了。而且你看，确实没有人敢修啊，现在只有一个人这个密码机，就野人的在动。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卡在鬼屋2楼，其实不太好拉锯啊。是你得先把他逼出去，逼出去以后再说。但是鬼板的封闭板区也比较多。这个点位就考验宠爱这边如何进行一个拉锯了。哦，前面有刀了。对。哎呦，这个拐弯。小拐弯。其实这边的头盔预测也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对，实在没什么办法。那这边就有点难受了，你会被架在这里吗？感觉得提前猜呀。哎，可以预测到了，那这样子能延缓一波吧？对，然后现在还回不去啊，这个一星。但是其实效果也不是说就那么的好，宠爱这边可以通过等嘛，等你这边的盾掉了之后，然后再拉锯。然后等下一个锯这边应该就倒了啊，实在是。骗飞轮。骗飞轮，对。但其实这边携带的是弹射。对。小心驶得万年船。对，但是其实他就算没交，我觉得宠爱这边还是认为他有可能有飞轮啊，只是刚刚没摁出来。对。哇，这边还有一个地下室。可以挂这边地下室，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能打一个巨人的双倒。对，因为本身小丑他博弈压力就比较大了。哇，还通缉到了野人。野人好在说是我是野人，我不用害怕被拦截，但是有风险啊，就是这个地下室可能会被打一个双倒。就是你出不去，现在就是好进不好出。先骑在柱上卡一下他一个极限的一个卡半进度。因为小丑就是就算救下来的人帮野人扛到了，他也可以去摊野人的状态的。哦，小女孩这边直接传送过来帮助野人这边救援。那这波密码机的话可能会更慢呀。对，只有病患在修。猜了一个普攻，也算是预测对了，打了一个反心理。是的。那等后面这个拉锯当时没有猜出来。对，后面这个拉锯的话还是会比较难受啊。这个板子我可以直接。处理掉一块。进到前面板区的话，其实牵制空间也不是很大了，因为这个板区留给求生者的博弈空间只有零帧板做到了，还是卡住了这个板子。不过这里的话就有点被架住了。那就等下个锯嘛，因为你是2个人一起救援的，所以对于宠爱来说，我完全不急。我知道你密码机停滞的，外侧只有一个冰环在修。是，而且求生那边的话是调整了野人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他起住过来，再拖一拖时间。对，宠爱这把有快签，看他如何处理野人这波 OB。先锯一下。对，把他的位置逼得远了一点啊。哎，你别说，这波野人的牵制算是给队伍拖了非常多的密码机进度。但是因为有快签嘛。对，因为还是提前有防到你这样的一个 OB 了。那野人他的骑行是要到时间了，你刚挂上的话，这边猪没了，所以说一定要赶紧救援。对，直接逼救也是不想让你再拖这个密码机进度了。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外侧密码机60多是不太够的。一个画小位时间够不了，会差上一个10%左右。对，会留给宠爱说淘汰一个人之后手里有个技能再去留一个的机会。他们有一台60多的密码机会相对来讲更慢一点点啊。对，因为跑图要时间嘛，需要这边病患再去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骑士挂飞通缉到了野人，直接传送。
因为刚刚小女孩是在野人身上的，所对以说她应该知道两个人那个位置。现在有点小尴尬，因为小女孩她刚才寄生过一次，所以说是现在是冷却啊，对，上升过一次，这次在冷却。但是现在看一下，他们是直接亮了，不过宠爱是带了挽留的。这边，哎呦，这个树叶没有推断。而且这边是没有车的。对，那可能这个地方要倒了。另外一边门还没有贴到。对的。对于宠爱来讲，我甚至可以再拉锯过去管一管。哎。对。这边的话门也是没有贴到，也不太敢贴，因为他这边直接拉锯过来了。他们一点道具都没有了，就前面全都用来交路。赶路去修机了，对，所以说现在他不太好牵制啊，是的，得拉得特别远才行。哎，一个盖板算是能拉了一点生距，但是因为这边没有道具了，全部用来赶路修机了，所以说第二个无限距不太好进行规避。对，不过如果狮子那边能点门的话，小女孩自愈起来是可以直接传送到门的，啊，所以说。还是找一下这边周末的位置。对对对，这边还有个地窖呢，你不能把它给放走。那这样子的话，小女孩那边自愈是可以起的。起了可以直接传野人。那这样对于宠爱来讲，就是我就守这个门嘛，你们要争3跑的话，这个门还没有点过。他只需要拿一个保平就可以稳稳拿下本局游戏的胜利了。是的。那如果小女孩传气垫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平局。对的。那也是恭喜成都狼队，好2比0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第二局又给我们看了一场非常痛快的小丑啊！哎，对的，2把真的没有特别克制。飞行家呀、古董商都是有博弈空间的嘛。那幸运儿的话，其实我觉得感觉他们是以密码机为主，就这么考虑。但是这边东玄也是选择在小房啊。这样他是想锁小船这边2个人和海边，刚好是把幸运儿给漏过去了。其实之前。这个位置的话，因为他带的是兴奋嘛，感觉抓古董商，看古董商能不能想到了。我感觉区域选择上面，其实东玄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是，你看他其实古董商他是想去主动扛压的，对，但是他不知道监控者就是来针对他的。来看到这边其实贴点非常快，但是同样愿力值的话，也可以选择直接贴胶。第一个围龙胶还走位躲了一棍，没错，但是过头还是要去吃2棍，打出2棍止戈，因为这个时候开局太快了，才开局30秒嘛，技能是完全没有好的。那前面也不着急，对于东玄来说的话，可以进行等待。是的，一个过板刀还不错，先打到一个状态。那后手兴奋好的话，其实对于古董商来说压力就很大了。没错。现在兴奋已经好了，这个位置直接吃刀，那下个围龙我就不用去把你框在里面了。没错，可以封住板区。对，把一个一个月龙围龙，飞轮拉开距离，再给一棍，是的，一交直接给到1刀。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体击倒时间还是非常快的。他不省了吗？对，看你交了这个机关效果，直接交兴奋了，而且还通缉到了这边的大副啊，像这边得提前去交表。没错。能崩出来，感觉有点难啊，但是同样也好，对于东玄来说也可以拖一下自己的愿力值。毕竟你手追可能是比较快，但同样兴奋交了之后，你后手古董商是有一个2次牵制机会的。对，我还好吧，他飞轮也交过了，而且这个位置的话，救完人会卡止戈嘛。看一下，哦呦，打出一个震慑，很赚。这样子的话，没交围龙多了一格状态。对的，白赚状态，而且这边古董商他也不好去26。看有没有一些博弈的机会了。没错，这边走空地，那空地直接交，但是这个棍没有打，有2拳打不动。是的，虽然说我没有张皇那条线上的吧，但是我在大空地上，你古董商还是打不动。没错。这边的一个转点，毕竟也是要去给到密码机更多的破译空间，对吧？你要让大副可以比较好去破译密码机，所以说肯定还是要往空地这边转点的。那同样也是把自己的26机会给丧失掉了。而他这里还有一个去拦截救人的说法，哇！再通飞行家，感觉这把通缉很好啊。愿力值很够，现在是的，围龙把他框回来。那陆地下来感觉有一刀，他不好救人了。是的，手上有飞轮，看一下。看怎么说。这边扭掉。你从远处打到他，然后再交围龙。对的，但这边钻回来之后，飞轮直接交。
想要一直用围龙不让他去救人也可以，看这个插刀能不能来得及。一包交道出来了，具，两包月龙一刀快又没救震慑下，救不下来。那这样子局势一下就完全不同了。是的，不，这两手通缉太想赢了呀！对于求生者来讲，本身就是一张大地图，我修密码机是有压力的。再加上我的大副飞行家，他的一个位移能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没错，有一点点怕拦截的。感觉这个通缉真是神来之笔了。趁热打铁，现在把这个人挂上之后，还能再去外面再找下一个人，因为你这个局势密码机肯定不够，对吧？我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往外冲，而且这个位置感觉找的方向是能拍到笑笑，而且笑笑这个位置如果说要去救的话，有点风险。而他这波拦截比上波还简单，对，因为你首先一个是没有位移，其次是我可以去切一个传送，没错，并且现在是满月历值。对。好像这个求生者他们意识到了大副绕过来，那这个表感觉也省不了，这刀直接蒙到，精准。对的。那再消围龙，想给一个花瓷牵制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对于一个跛脚羊来讲，还是很难去拉开。主要是有点难，在于什么？花瓷这边是没有回环反照的。对，再加上他飞轮也交过了。对，真能拖好密码机其实也不太够，而且这边要去拆掉围龙，直接给到一刀击倒。那这边密码机还在破译。是的。先把人挂上。幸运儿要不要去躲一个地窖？得考虑地窖了。对。东玄这边我觉得他也可以考虑，就是我先不着急把这个人给挂飞。他如果牵这么远的话，那可能是要挂上了。对，因为你持续在破译啊，他一直牵过来的时候一直在看你这个大船密码。他可能觉得大副的一个耐做能够让他去把这个人给处理掉嘛。对，而且幸运儿这边的位置也大概能确定，就在大船附近。先往左手这边排了一下，要不直接有耳鸣，切个窥视者找一下，感觉可以把娃娃处理。被这个娃娃其实就爆点了。是的，还好砸到一板，不过大副那边台进度还是有很多的，完全不着急。还是太耐做了，感觉还是要去找一下幸运儿，因为毕竟幸运儿这边是可以吃2刀。东玄这边也得快一点，对，这个时间1分1秒再过去嘛。感觉是能意识到的，直接能找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了，哎，他这个时装就是跟这个，因为我是原品嘛，我就跟这个湖景村的大船融为一体了，跟这个木箱子。那这样子的话，人淘汰掉，这哇，这他挖过来，封住2龙，再给我打一刀，你拆龙，但是还有拽老友，要被人跳走了。这种对决能跑一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打排位的时候不要穿那种很亮的，会更好处理一点。而且对于守墓人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克制的关系啊。因为我这边抗压可能会有点招不住。那我觉得这个选点的好处就是我们修的真的快，木屋能稳定修，大船对吧？大门这边密码机都是能来吧，肯定是动一下大船嘛。对。看一下这边影月非常丝滑，根本这个速度拉近的非常快啊！他在平地飞行。对啊。对。那这样子你看，15秒钟已经贴脸，你就必须要变了。基本上，而且这个变的时候我还可以不打你。对，而且我还能先去抢你前面的位置，让你尴尬没有办法转点。基本上你在你的第2段或者第3段的变身的时候，我再去拿刀就行了。太细节了，他把隐喻留在板子里面，这样的话他可以自由穿梭，在卡位。等于说开局的一个回数直接拿到第1刀。30秒直接去把你的道具全部打空了。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再压金身位，哇，这边板子出来了，其实你单化险是根本转不开点位的。白鹿这个追击真的有点用夸张来形容，说实话。另外的博弈，等你一翻板，你基本上倒了。对，没办法，就你考虑到歌剧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你其实这一局应该是把弓箭手放在大船，反而不是把木偶师放在大船。他熟练度太高了，对。然后再加上什么？你带了一个纯薄的木偶师，你没有太多操作空间的。对的。你还不如说让弓箭手我这边能够去教龙骨功，教这个臂弩后跳，对吧？因为毕竟你弓箭手它有一个好处点在于说，歌剧基本上你要眩晕到2到3次才能拿刀。对。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那这样的话，开局这么快的一个击倒，现在是让魔师来救人。这边拦截一刀，这个位置甚至有闪现，说不定有救不到手法，有个加速，怎么说？直接交闪，没救下来，4成相识啊！但这把更快，这把是在第1波救人的时候就没有掏下来。我的天！这个狂暴，然后歌剧的一个位移加闪现，而且他是出刀很快的一个监管者，是的，就是没有办法救下来。所以说郑师傅加强救人速度了，这个还是有迹可循的。现在是救人压力确实挺大的。对。
啊，没办法，你外围拦截的话，其实主要是拦的比较远，这个时候应该是让队友配合你来救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去带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嘛，就是为了防止说拦截的时候我贴不到椅子，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飞轮还是很重要的。后撤弩还被躲掉回速，回速翻过去板，有点大胆，这边差点还是要吃刀啊！飞轮躲一刀，那这样子的话龙骨弓得命中才行。他没有抬手的一个时间。对，而且接下来的话，在这个位置，其实对于白鹿来讲有很多的一个空间去处理你。哎，小心，完了，一个抽刀，又是一个板区博弈。这边自愈的话好像还不够，太够，那把人挂上，而且能无缝衔接弓箭的节奏。首先你要考虑到你在赛场上面，你要去让弓箭手打 OB 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基本上让他去牵制会更好。你要给弓箭手创造地形嘛？对，就像永眠镇那个墓地一样，对吧？对，同样古董上一样，你要去让弓箭手打 OB， 你必须倒在哪里？那种单一的，像那种海边的角里，对吧？墓地的那种门里面。但是你在这种空地上，其实对于他来讲，他没有太多前进空间，因为歌剧机动性太强了。主要他不担心啊，他哪怕换追你进行一个换挂，其实密码机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比较。而且我就给你拖字起，你起来之后你逃得掉吗？我再追你一遍不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对于求生来讲的话，他们这局的一个体系是不太成功。这样子卡在外围，感觉什么优势很像是一个拦截，感觉好像。但这个位置能救到啊，肯定是能救到，因为比较近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密码机肯定是没人修了，现在只修了3台嘛。而且对于球员方来说，我觉得这局要考虑的是怎么去跑一个先。就目前。别人再去换追上魔术师，而且白鹿他现在的节奏太好了，允许他去打控场。对的，去刀，但魔术棒捏得很稳，没有交。捏个回速，一刀收走了。当你觉得我要去回速的时候，我就直接冲；当你觉得我要过板的时候，我就打抽刀。是的，他的博弈能力太吓人了。这一波的话，两个人的位置锁定在大船，因为知道你是往这边拉走的，这边耳鸣响起。但还好排的是1楼的一个位置，交的差不多了，哎，应该是能起。音乐是断了一下，防一下你守门来偷人。那弓箭手这边起了之后呢，也是能意识到两个人应该都在大船上。就感觉被迫还是要再救一次啊！如果说完全卖掉的话，这局只能说打那种倒地。然后过半我可以压出去了呀，我也不用等你来救啊，我是掌握主动权的，因为手上有 TP 有回速，直接打修机震慑。就他是完全没脾气，对，他是属于就已经要去损耗这个倒地淘汰的一个进度，是看一下能不能说运营一个跑一个的局面。就是什么呢？我是要保证外面有一个火种，然后我有一个人在地上赶紧去留状态。对对对，就你不打我，我就修金；你打我的话呢，我赶紧倒，赶紧去让我的这样的一个守门人有放飞的一个走掉的一个空间。对，那这边的排点，你看，我们就说什么，排点就是很精准，太快了。根本躲不掉，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去的范围。而且白鹿的话，他不管是找人的思路也好，还是他自己的一个隐约的熟练度也好，是的，完全不给你任何的操作空间。就主要是你这边没地方去啊，海边那个地方我挂了椅子，你是不可能走海边那个位置的，对吧？然后这边大船的话，我知道你是有可能性的把弓箭手点起来，是啊，所以说你这人去的方向只有在双十一了。地图一共那么大嘛，我正方形的图，我就正方形排点。对吧？那我如果说我是个圆形的图，我就围绕着圆形来排就行了。没错，这样两个人都倒地肯定是不能起的，等你挂人。那先把人往大船去牵，啊，然后这边弓箭手的话也是尽可能爬开密码街附近，那选择直接挂上弓箭手。他应该是要考虑传送了，直接传海边拦住的位置，被预判了。脚印直接看到，爬到海边，结果就在脸上。对的，哇，太绝望了。这样的话。一个后撤弩补上一个眩晕。是的，但是道具已经交完了，而且飞轮也就被骗掉，拿下了4抓，基本上6比3。对，就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第一回合跑一个，影响到的一些拉点觉得太多了。我后手真要去出一些像歌剧我们刚才说的，就可能会比较难。但你在杂货上面的话，我觉得前期可以规避你这个拉点中间的一个身位的一个问题吧，相对来讲能防到嘛，而且能够去破坏地形，这样的话墓地的一个区域你就不好去牵制了。而且它理论的操作吧，一个 L 字形的一个区域选择，这个位置能锁独栋，但是好来吧，看一下东玄这边第一波的一个追击思路啊。这边先
我感觉杂货商好像全服统一都是开局先给自己来个藤蔓，对，因为没办法，这是他的一个赶路的一个技能嘛。因为前期求生肯定会以最快速度拉开距离嘛。那这边绕回来，其实宙斯是没有选择进墓地，反而是绕到中场。那这样子感觉会影响到队友一个比较多的密码机。甚至陶大师直接过来给个迷烟炉，去干扰一下你的视野。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有碎石交易也不好去交。对，看怎么说。哎，还在感觉想攒。开门，但是第二波这个藤蔓，距离稍微差一点吗？有转弯转不过来，但前面的话有机会进板。是的，这边这是给压迫位置，个碎石炸到了。哇，过板刀漂亮！那这样子的话，第一刀拿非常快。是的，咒术他这边的话是板区博弈没有博到啊，藤蔓过来，感觉残住住了，没有交出来，抢风带，但是给到刀。是的，气象这边的话想救人，可惜没有救下来，给了一个解擦。风怪是有延迟的，天胡开局啊，这一把道具打完了，没错，秒刷，而且技能没有交。手上的话其实有5层侯。对于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前置机会吧，看能不能把握住了。但其实我觉得东玄他只要把你这个猴逼出来，我用我的移形也不怕你26。这个话提前要过来，想打出被动。是的，给个碎石炸，被动打掉，再补一刀，哇，好舒服啊，这个节奏。而且不能被藤蔓给缠住啊，缠住的话你的猴是交不出来的，交飞轮顶。那我再等下一个藤蔓呗。对。哦，这边是直接把技能给电断，打断。那这边的话翻窗过来，那这样，哎，他这里的话是翻的比较晚，他是被缠住，没有被缠住吧？我记得。没有，他的藤蔓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他应该就是翻晚了，他没有注意到杂货商的一个翻窗动作。哦。接着封锁一下，封锁一下。那这个人的位置还得换走。其实刚才这一波是有很大的一个2-6机会的，没错。因为杂货商当时手上已经是没有他的一个技能了，就感觉起码是能把技能给逼出来。对吧？那现在的话属于一个技能完全没有交过，其实求生方不好去战。而且他有5层侯的话，也不得不去救他。这边碎石看能不能炸中，炸掉了。但是小心救人但有射呀！的一个说法，震慑了！你看，杂货商的刀可是很快的。对的，就感觉有点难以接受了。对，现在密码机差的有点太多了。对东玄来说，这一波震慑就是他一个争取多抓的面，对吧？因为他毕竟我们都该说了，其实杂货商要去拿节奏的话，还是得在手椅上面。他其实这一把追击跟手椅都是拉满的。对的，感觉求生者的话好像并没有。特别预设到对方会打杂货商，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对策的话不是特别的好。没错，那现在看一下这边密码机，其实也就差最后半台，有台70的交易星过来。但这边陶大师其实状态调试有点危险，他是有点救不了的，是的。而且边环已经过半了。哦，2个手没有给到。气象这个时候贴过来，刚好车也靠了过来，能不能操作一下呢？感觉有点难，藤蔓过来缠住，绕开，但是被风给吹走，往前走的话车开不起来。小迪这一波真的是给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啊！他这边的话等于是一个无伤救人，保到队友一个26，而且自己还能操作。飞轮再把藤蔓顶掉，是的，再关门。那被迫只能让东玄这边去管密码机，因为他知道其实密码机差的不太多。没有问题啊，把那个板一排。那现在的话，对于东玄来讲，他反而是要防守了。对的，那现在求生方可以先去拉扯开距离。不过求生他们现在也没有道具，没有状态，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对，但感觉东玄是不太给这个机会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向学校往那边门走了。但我觉得东玄他现在有一个点很伤是什么？他的移形交了。对。那刚才如果说就是不交这个移形的话，他随便去接节奏。藤蔓缠住，碎石配合，可以给到了。哇，这个距离的一个极限藤蔓，好帅呀！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其实还是得让。好像这个人有点不太能救，也得分着走一个打了，就是让气象过来卡一卡，然后那边修一台。对，但冰蛙这边有钩，有化险为夷，感觉又有点机会。但他是上挂飞啊，而且冰幻的前后摇非常大。哎，但这个身位是不是给的有点远了？想要直接杀出来，但其实脸上是小迪这边，看一下能不能再打一个，还能扛压吗？藤蔓没有缠住，有重金之托，把门一开。
气象学家，你往哪里逃？现在什么道具都没碎石有。一下给到一个炸到了，再开门，把小迪的位置锁住，就搏这个单板。下哇板，，这双开门，小迪还不倒吗？碎石直接炸倒终于了。倒了，不过他不是上挂飞呀。对，但是成功的也是把自己的底牌技能给拖出来了。我觉得现在是谁呢？谁敢修机，吃我一个传送。对，这个底牌我觉得都不要去省。一定不能赶紧省这边传送落地，对，就抓你一个救人真空期。陶大这边没有道具的。打你一个疲于奔命，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是的，那这样子的话，被迫下来你救下来，可能就来不及救这边的。是的，那边的话赶紧把人给掏了。但是我在想一个事情，要不要他直接选择不救人，两个人全卖掉，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走地窖的人，但是他还是救了。那你现在救的话，你也很难去保平嘛。其实理论上来讲，还是走一个。是，双方两边绕开啊，但其实密码机对东雪来说，他是心里他两边都卡住了，很有数的。对你像红蝶河2楼救不到啊，但是还是往这边靠呢。然后独栋那边呢是一台新的，所以说你现在的话，你这个人一卖，那我2台密码机，我封一台去找另外一个人。对，想要钓鱼，哎，藤蔓直接给到2楼，但这个距离只能拉近。小迪还在抗压，那这个位置他有飞轮，看看那边闭环能不能贴密码机。前面的话还有落地藤蔓2个藤蔓呀，车过来了，飞轮顶，但是被车拦住了路。这边一刀刀打到了，哎，还好第2刀中了，但这个车得还好挂人，密码机要够了。那花瓷能不能去将功补过走这个地窖呢？看一下吧，只有一个感觉是有点难。是的，一个藤蔓铲出来，这气象是一个2挂。而且地窖的位置在假。哎，但是我觉得东西他有可能会错判位置，他可能会往左走。花瓷这边是往右边躲，他打了一个反心理。一个藤蔓，哎，果然他往左边排，刚好擦肩而过。这个位置，但是其实人飞的时候会立马地窖很远，对，立马给出这个乌鸦的。是的，所以说想走这个地窖还是很危险，小因为飞了，他直接守在地窖口守株待兔，把面前给开了。现在的话。迷幻自己的一个位置，但东玄依然也知道你就在红蝶河。藤蔓交出来，但这个藤蔓的话距离好像别飞过去吧，我差一点飞吧，给个加速，感觉没有底牌呀，有钩子呀，有钩子，不要让这个身位呀，藤蔓是有 CD 的，能跳吗？跳啊！为什么这个不能拉过去啊？都特别夸张，就是你发现你是针对不完的。其实我觉得这把求生者真的是可以考虑把这个前锋给先点出来的，因为对于白乱样也没有特别多能够去针对前锋的。哎，选择了十字形，对学校门。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是把你的求生者给往外逼赶嘛，让你没有办法那么。好，看一下这边一追的一个节奏是往空军的方向先走一走。那红蝶河这个位置的话，感觉也是不敢。直接去修啊，得走啊！空军这个位置其实赶过去墓地，主要是把枪的话，刚才也说了，就可能说有疑心在情况在的话，也不是很担心。这边给一颗双惊喜给到，哎，扭了一下，可以的。只到了一颗标记，对，还行，他已经在墓地这个区域去牵制了嘛。总的来讲的话，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车来了，看能不能有机会去做一波车啊！这边的话，隔墙没给上，可惜。其实第2个双重惊喜就比较难给了，这边只能上到1颗，给枪去废掉你的这个第2个双重惊喜。对，那这样子下来，其实这一波的牵制就比较成功了。好稳，跟上。那双再交飞轮，就我不去削你的3颗球，完全就是我最稳的方式跟你去打。对，不给你任何机会，我就奔着平局去打，稳节奏。没错，看一下转给到线末，然后空中飞人过来，上多一个，还有第2段双击上了1颗，对，但是但是绕过来又给了1颗，那么空军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要倒了，选择倒角落。他这个真的是朴实无华的牵制啊！对，而且这边还能再拖一个让小西姆，可以的。你说他博弈了吗？我也不博弈，我觉得挺成功的。对，这波牵制还是挺成功的。我就是先拉点，然后拉的差不多了，我把枪一开。然后飞轮进板区，每一块板我都填下，就是稳，不给你任何机会。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密码机跟倒地的位置，而且救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嘛，不能双倒。他这边的话也是飞行家先压过来，
但其实白鹿这边是有意识到的，是要一直往那边看。唯一就让大副来会不会好一点啊？而且大副那边密码机也是修的差不多了的呀。好像已经选择让飞行家来了，是的，但这个位置还是压的比较死。飞行家救人，他毕竟还是有压力啊。对，但是好在一阶吧，我觉得一阶其实还好。对的，直接交大盆过来。啊，哎呦，要夺震慑吗？啊！这波今天的救人怎么了？什么？我今天是看了我这个赛季全部的震慑吗？我今天一把游戏看了有点奇怪呀救人震慑救不下来。今天是干嘛？哇，今天是什么救人震慑纪念日吧？这，所以说得让大副来呀。对，我觉得这个风险，飞行家他是有这个风险，但是救人震慑喧嚣真的是没见过的呀。哇，这样的话这个局又崩了，而且还摊了大副一个状态。有点游龙了，对的，空还有飞人又好飞人，你走远了，我直接飞过来一刀，再给你一刀，飞轮是没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又给到一定机会出来了，手上移形是好的，我把人挂上2个半状态在外围，对，这波赶紧得把飞行家的状态挑起来。这把求者虽然说平局就行，但是你这一波救人震慑你就不好平局了呀。是的，我就可以打你疲于奔命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这样，而且你这边补好状态，我是知道你在脸上的，对，移形怎么交，直接交脸上看一下。来了，飞到2楼，2楼的一个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好，但是也行，因为你这边高喷交过，是的，只能交个平地背包，等你交完背包再进行追击。空中飞人飞过来，上一颗球，双惊喜，给到一刀，这边的话再双惊喜一下就有机会了，被砸了，还行。对的，那这样子省一点时间。但是白鹿这攻势有点猛啊，对，而且脸上是个地下室，他其实挂地下室是稳3，对，没有化险为夷了，对，主要是没有化险为夷了，就是看你能不能挣到4了。哎，但是我觉得喧嚣他比别的角色厉害一点，什么？他能找人，对的，找人太强。就你这个时候压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一个双惊喜就能排到你。对，我一双惊喜把你人给锁出来，你根本没法去卡。主要是这个位置的大副被找到，你是必须得提前交表的，而且外面密码机只有40的一个状态，距离拉近，空中飞人是可以赶上这个距离的，赶上了，太高了，再来空飞人给到一刀，知道你的位置，因为打完有手机反馈位置，那这个时候没关系，我可以夺你第2段表。是的，因为你大副是已经是个半轮，而且上了双球，你这个石榴人一旦不触发的话，你是救不下来的。没错，第3段再去规避一下，密码机是一定不够。第3段只有脸贴脸才能摇到呀，完全交不出来。等你交完之后，空中飞人再赶过来，大副这边要先再给一刀击倒，而且还剩20%，而且绝望铁的位置是锁的。这个时候大副是1挂，怎么办？火灾这边还要修吗？别修了呀！这不修也没办法。这个时候感觉，因为他锁定是独栋的话，其实这个位置转不出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修机的话，你还不如赶紧拉点身距呢。远程给球没给到，这样的话，空飞人大副的一个上挂时间足足能有1分钟。在这个1分钟的时间内去处理掉绝望天，他要去救波人吗？对，要贴近，他想贴近身位啊，贴近给一刀。那这样子的话，有2阶，刚好能打下来，打到了，把你弹的一个落点给你收尾住，4抓，又一个4抓。哇，恭喜啊！马塞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2比0带走对手的吗？太强了！直接确定了杂货商啊，没什么犹豫的。毕竟这一把他有2个突破口，而且 OB 位呢，我也不是特别怕，所以对他来讲，如果说前期能够快速的找到节奏，是有很大的机会增多的。是。然后手椅环节的话，现在也很有机会。毕竟在中场也是给先知更大的一个拉点空间嘛。不然的话，救人位选在中场，其实监管者现在习惯性的要驱赶一下你救人位的一个破译。是。中场的先知直接选择往外拉点，那于章那边已经到了2楼下，可能是要进墓地进行一个牵制了。对的，墓地这里也被锁住，刚好让开来嘛。对，这样的话就最小化它这个封禁的作用吧。但是真9这里放弃了，选择找一下18的木偶师。木偶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突破的角色，而且很大概率是携带了化险为夷的，这里是猜到了。是的。这里手上有一个碎石，一个藤蔓，看一下用碎石压迫一下18的走位。前面想回头，哎呦，哎，是炸到了以后交的吧？对，他是先炸掉以后没有交。那现在木偶是直接上车，
看一下，用藤蔓想尝试车开过去的时候把人卡下来，成功了。下来了。是的，幸好一鸟及时的拦住。那这一波其实还是挺亏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是完全没有破译的，他是帮忙盯了很久，而且他前期往墓地走，墓地是没密码机，他转到了红蝶河，跑图跑得挺远的。再一个藤蔓定住，这里等路易刚好结束，直接抽刀打倒。 对这个路易的持续时间判断的太准确了。是的，还有地下室，地下室，哇！那外面化险为夷就只有一个，大副过来救的话，其实木偶师也是没有26的一个机会的。是的，这一波击倒的速度来看，应该是在一个60秒左右啊，密码机不是特别足够，而且这个位置通缉到了弓箭手，然后可以去拦，哇！直接一个移形拉到了大副脸上，碎石想震，没有震到，藤蔓尝试空一下，空了。 再对着空气出刀，第二段表本来没有摇到，但真就自己走了上去。这波得赶紧看一下要不要移形回去守了。小白已经过来准备偷人。是的，而且莫斯这里有机会卡过半吗？藤蔓如果勾到的话是能卡过半的，来得及不？他是秘弩加飞轮赶路，是的，下了这个极限半，打一个落地刀。但是这一波没有化险为夷，也给到了莫斯能够交出一个路易的说法。 这样开门，好像但感觉还缺个梯子啊！哎，那18掉下来了，是的，直接震倒。那这里可能还得再稍微处理一下。哎呦，那可以，龙骨弓射掉了，可以回去挂了。因为秘弩加龙骨弓两个套装的 CD 还是比较久的。这一波求生者虽然说出动了2个人来救援，但是。 因为是一波无伤啊，导致真9的这个地下室并不算特别赚，等于是了大副过来套第2个化险为夷。不过大副开门战的话就没有道具了。对于穷者来讲，他们这一波是没有卡出观众效应的很大收益的。哎，这2个人都来救人，可以再拖一会儿。是的，无伤，直接针对打到了莫师。那把莫师卖掉，大副保一个自己的状态，为后续的一个26做准备。是的。 这样的话，其实26不管是先知还是大副都是没有道具的啊。看一下真9续节奏续的怎么样了？密码机的进度还行，26的人一定要扛住压力，而且他还不能再倒在遗产附近了，毕竟这一把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大副在地下室摸了根针，哇，没什么太大的一个牵制帮助。他救完人根本就没走，顺便再把地下室的箱子给翻了。 现在其实先知跟大副都很脆弱，因为都没有牵制的一个道具，而且移形往 S 板走，这个地方皮皮桑这台密码机应该是马上可以强开吗？躲了一下碎石，躲得很准，先封密码机啊！哎呦，他没点错了，是的，应该是位置没选好。如果封密码机的话，其实还可以。这里开了2个门，但是压死在里面。对皮皮桑来说，这里被车一拦是转不走的，哦，还是强行转走。 前面这个板来得及下吗？一炸一刀可以秒啊！是的，飞轮也没有躲掉这个碎石，飞轮是来不及的，他可能更多飞轮想躲实体刀，想飞轮进板，然后再下板。对，有点着急了。那这样挂回墓碑，这台应该是个遗产。没错。这样的话，密码机马上压好，看一下。杂货商人机同手的一个能力是很强的，把机子锁住。是的。 要不针对一下弓箭手呢？重金之托打倒密码机，应该快解封了，得赶紧。要不再封一下密码机？拖一拖吧，尽量把自己的一个技能拖出来，把手上的这个充能也拖一拖。没错，但这个点位，先知好像也不太好走啊，又倒地了，而且密码机是一直封锁的状态。不过小白手上还有最后一根龙骨弓，要过来吗？他好像过来贴门去了吗？ 去修另一台大遗产去了，去厦门那边了。是的，因为他觉得这台可能会无限被封啊，让枯草卡满救。这样的话，真9多一波上移节奏，还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辅助特质给拖出来。必救，但是这个藤蔓会导致救下来比较晚，刚好有车能上车，保证自己安全。藤蔓，哎，枯草，哇，极限躲掉了这个电车。 但是这个藤蔓他吃了，是的，还好有回光返照，没错。这里其实感觉是不是多存点充能数会好一点啊？他可能是觉得外面的那台密码机不是很够，对，所以着急打了。因为他知道枯草是没有道具的，这里虽然勾到，再开一个门，这个距离怎么说得博弈啦，直接抽倒，手上有移形，
应该要先过去。可以考虑直接移的，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到门口，先把门封上，然后再回去挂大副，还怎么说？隔着板子射得很准，没错。但这个点短时好像不太好倒不了，因为他手上的充能不够了。如果再拖一会儿，哎，有一个慢反没出刀。那这里回去感觉极限能够逮到大副起身的这么一个时机啊！大副还起了，如果这里打倒的话，就可以不用管大副了。2块长，这把是有机会3抓的，而且枯草转的一个方向是往小白的脸上转。那这样只要真就有打倒枯草，他就可以立刻去挂上小白了。碎石自信回头，哇，这波好可惜啊！那这边可以看到小白马上要交自己的绝术逢生，直接点门。门能开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的。是的，那应该是要偏向一个平局的节奏啦。再一个碎石，枯草在开门战这一波交完自起以后的牵制还是牵制的比较不错的。真人9那一波自信回头，其实他预判了一下走位，如果外面破译嘛，但是他比机械师前期更能牵制。然后我也能够让气象啊、守墓人过来套化茧为夷以后，倒个角落古董上来 OB。是。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墓碑那就是一个天然的摸个箱子、招个娃娃可以修机的一个地方，特别舒服。是的，而且里面的板区比较多哦。田字格3包1，幸运儿保护起来，那这是幸运儿开局可以直接摸箱子，对，脸上就有一个箱子。是的。已经看到小夜明了。是的，但是小梦没有选择去管幸运儿吗？他是早一点进入追击节奏。哎，这里骗下来了，小夜明直接变成一个空地上牵制，这个板肯定是要封住的。强风交了出来，给到了。是的，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尾龙可以耗掉吗？就算耗掉，也有平地刀的机会，先拿一刀吧。对于西洋木来讲，第一个围龙只拿到一个平地刀不算特别赚啊，先踩一块板，然后再把这块板给架住，都踩掉，都踩了。这波应该要交的，把它召回来，尽量在窥视者的范围内去博弈。是的，选择一个沉云，这样的话可以翻到里面。但沉云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让跛脚王离你很远了。飞轮刚刚也差1秒。是的。哎，直接抽到了吗？这也是等到插刀完了，然后再下板的。窥视者在，所以影响了他的一个交互速度。是的，但是其实没必要等到插刀完去下这个板。你要是要下，你可以早点下；你要不下的话，你就继续卡着，是吧？但是你等到了仙妖梦插刀完的最后1秒，把板子下了。这波击倒速度其实也挺快的，守门人已经下铲过来了。知道是窥视者，就不用担心失常的一个问题了。没错。中场这台其实也可以考虑说，哎，这里先提前放了一个笼子，先来收野。哦呦，想打一个震慑，倒到墓碑去。后侧龙继续处理掉气象。但是很难倒到一个墓碑角落，所以古董商这一波还不方便来，应该是让狗狗去再套一个化茧为夷倒到角落，古董商才方便过来。是的，但狗狗手上的道具是一个香水啊，香水就不是特别舒服了。像我们也是提前插了一个窥视者，防止2楼有人卡着，但是耳鸣还是响起。那么大概其实可以知道是在双11那个位置了。哎，狗狗想进步压在近点，香雾梦能察觉到吗？好像没看到，没看到，是还邦邦的，理解一下。这个点位如果说有机会，哎，一直没看左边门口那个小箱子啊，那个小障碍物。确实是比较难往那个方向去想。对，卡了一回血以后，来到椅子面前，放一个箱子，再补一个笼子，直接回速。那这一刀是一定要摊的。是这一波的手椅来说，就比上一局好多了，至少是打出了2个半状态的救人位。给到气象一点操作空间，有飞轮，有强风，应该至少飞一个围楼。没错。这一个单向龙，哎，啥也没交出来。这感觉不太应该，说实话。要么你先交飞轮，再去补这个强风距离。他可能怕强风被打断，应该是。对，古董也没来啊。然后这一波应该是守门人找幸运儿的傀儡去进行了一波调整，选择直接卖了。那对于穷子来讲，也是有机会3个满状态去打最后的密码机。
不过迅儿好像没有摸啊，他应该是准备自己再翻一番道具了。别说，窥视者其实在这样的地图守密码机还真有说法，特别是这个2楼机。所以穷者是直接放弃2楼了，多修一台，太想修了。狗狗摸了个护腕。是的，寒霜这里再下一个铲子，应该还是要吃刀了。夏木愿力太多了，对，边打边攒。他前面其实处理掉气象的时候，愿力剩的还是挺多的。站在这个位置，2台一铲他都能辐射到，能干扰到。再插个窥视者，你跳也不方便，不跳的话上面是必给刀的。对你跳的话，可能给落地刀，不过从中间的洞跳就还好，没有去翻窗。就看一下博弈了，直接一棍啊！是的，再补一个笼子，2连，再补2消。那这里没关系，降妖梦可以回去管守墓人了，因为守墓人是半状态。看一下他怎么选择吧。其实管哪边都行，因为2楼这台密码机古董上去还要很久，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守墓人给处理掉。这维龙的精准度很准，打断了下铲。是的，这个点位是把守墓人直接给传过来了，寒霜根本没反应，这个笼子这么精准。那现在红蝶河跟2楼全被管住，对穷者来讲等于是一个小3连啊！你要开的话，你只能开墓地的金鸡。赌洞亮了，应该是配合一会儿幸运儿去2楼给压力，心愿看能不能救2波。没错，但是这个地方肯定是要把你打成半状态的呀。心愿尽量拉开一个椅子周围，看能不能去打纸格。香默默也不给机会，这个铲子下来只能抓古董了。没错，看一下心愿剩下的几手机关消能不能发挥作用。2楼已经在破1了。再补一龙，不过这里纸格没有生效，飞轮交的有点急，最后一消，没错，感觉得插个眼去管2楼了。 2楼已经非常多了，8、90。是的，降妖梦对于密码机的把控还是非常到位的。狗狗顶着一个窥视者是在狂修。既然去给2楼压力，那么守墓人跟古董商也是同时在破1。没错，但这里要来偷袭了，因为你求生者离开了2楼，其实就 没有办法再快速接近密码机。这里一个黑龙，哎呦，隔窗刀可惜没有打到。那这个笼子有机会吗？没有拆掉。那还有一波收益的节奏，对降妖梦来讲，这波再挂回来2楼下吗？机子压好了，对，挂到2楼下，然后把幸运儿给逼下去，应该这么想的。 所以守墓人得贴椅子哦，直接挂到墓地门吗？他应该更多是想开门战的时候3个人都在一边，对，这把西安乌们只要多抓就够了。先门口他举到这里来太舒服了，直接把门口放个眼，然后这里守墓人救下来，其实自己也很危险。抽倒，直接抽倒。那守墓人那边的铲子其实是不太多的，马上就要出土了。 那也甲门方向有一个机械玩偶可以卡个耳鸣，看一下降妖梦会不会被干扰吧。这个耳鸣出现的时机是有点诡异的。降妖梦选择直接管门，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墓地门它是有一个插眼在那边看着的，所以对于降妖梦来讲，他不用管你其他地方。移形没有钻过去，还行，没有关系。移过来防一下守墓人过来偷人。 只要你守墓人没有偷，我再移形回去把迅儿挂了。这样的话，至少是一个3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寒霜那边已经碰到了墓地门，感觉是有机会拦的。对，有机会拦的。这个门的进度，因为降妖梦的愿力值很多啊，只要不放出一些黑龙把自己给关住的话，他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拦门的。再补第2个，还有第3个可以续，刚刚好到门口，门95。 哇，上来是一个4抓的跛脚羊啊，降妖梦。这一把整体看下来非常的流畅丝滑，包括什么时候该去管2楼，什么时候该去管红蝶河的偷袭，他都处理得非常有机会能够把人救下来。但是你自己在牵制邦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的。可以跟着奥飞一块炸，毕竟我是 AOE 伤害。 它是有可能被邦邦给快速突破掉的，所以这一把狗狗的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因为你除了这个记者以外，其他的点了一个双窗，这样的话大概率要去抓空军了。是的，前期先把你的信号枪给废掉，我越早吃枪，我这把的风险就越小。
个点不去找空军，选择往鬼屋走吗？他去鬼屋，他应该是是来了一波反绕，把狗狗给骗出来，因为狗狗没有提前拉点，那桥上的狗狗被逮捕了呀。比起空军，感觉还是记者更好追。对于新安木来讲，他毕竟是有一个克制关系在的。那这一波狗狗就得稍微扛一下压了，转到了边上的2板一窗，这个距离先封一颗雷，再卡一波红光，拉近身位，反绕到了挺多生距的。是的，但是这边只能先跟着踩板了。狗狗前面已经交过一个奥飞了，让自己加点小数，能够快速的进板。那新奥梦这个地方的2连雷能命中吗？炸到了一下。 熟练度很高，手上的雷还很多啊！再一个延长雷，先把奥飞炸掉。前面不让你架板，2连雷补上，记者直接炸成半状态，奥飞也掉了。遥控雷再补一下，直接移形到脸上。这个地方只能走平地扛刀，用奥飞扛刀，但是雷很多，香梦2连雷空了。这里奥飞怎么原地踏步了？他是把奥飞取消掉了。是的，是的，他放出来那个奥飞，发现位置放的不对，放到自己前面去了。 就没有去起到一个扛刀的效果。那现在击倒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大副有一波来救人的机会，不过穷者是让空军来给一点压力。移形交了，这杆枪只要稳稳的命中就能救下来。是的，但邢燕这个位置比较远啊，遥控雷能不能先摇一下？没有命中。守卫躲得很好，有飞轮，大空地这里是很难躲枪的。是的，这个椅子先拿一刀，还是。 吃完雷以后救了，再交枪，这波救人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救得很完美。的牵制空间。对的。狗狗还有一个娃娃，应该可以转成那个板娃。江梦刚才不打也没办法，因为你不打的话，他可能交枪就要无伤救了，所以你还不如打了多拿点存在感。一个空中的2连雷，但没有连上，炸倒一下。是。前面最后一个小奥飞。 能够协助进板，哇，好准！直接在板尖把人给炸倒。但狗狗这把的一个牵制时间也是来到了100秒。小一鸣起点的密码机应该是他的第2台，干扰一下，或者说是补了大副的第1台遗产。也不对，大副的第1台应该是被封的，所以起点那台应该是不多。外面的密码机还。 挺多没开的，这一把整体的一个节奏来讲，就看接下来这波手椅了。2连雷炸出了失乐园效果，寒霜不利用这5秒救人的话是很危险的，救不了了，救不了了。他得利用第1波炸出失乐园的5秒赶紧救人，但是他第2段再摇一个表，其实已经没有无敌效果了，直接被秒续上节奏，还能压住起点的遗产机，而且小夜明也是一个3/4状态。 这一波救人压力是比较大的，遥控雷能中吗？没有摇到。小一鸣手上是有悬停以及一个飞轮的，所以就看一下他这一波具体能否操作起来。5秒雷先锋，再铺一颗5秒，救人压力很大。是的，救下来他也其实，悬停到椅子面前吗？一刀，飞轮没躲，是的。 飞轮没躲掉，还是拿到了那波伤害，但新安梦最后的那颗雷补的不是特别好，没有连到。是的，那现在把寒霜给放了出去。寒霜下以后化险为夷吧？寒霜下以后把表交了，所以他这一波应该是救不了人了。新安梦这里等你的表持续时间过了以后，再把人挂上，非常细节。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趁我挂人来触发这个失乐园了，直接移形。 你的位置有点远，但是应该问题不大。毕竟空军是刚在桥对面去把密码机给通电的，所以这一波完全没有手椅上面的压力。只要把大副给打倒，仙梦就可以奔着一个4刷去了。那星焰也知道过来自己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去扭转战局。是的，准备去搬一下道具，跑一个。看一下，哎呦，屋漏偏逢连夜雨啊，1/4状态来了一个香水。 这里看一下大副倒地的这个时间，仙梦现在暂时应该是不会出去的，就等一手飞行家挂飞，然后再慢慢的把大副举到对面去举人。毕竟起点是有一台大遗产的，不能让大副离这个密码机太近。似乎2台遗产都是这边。
哦，那就有点危险了。99的是压的1.5战，起点是个68的遗产。哦，那这样的话对新欧盟来讲，试抓面就更大了一点。这波把大副离起点举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顺带排地窖。新欧盟这里是不想让大副的淘汰进度流得太快吧，所以摇下来击倒以后也会增加1大笔啊。是的，他可能就先搬到对面吧，就离终点那边更近一点会更好一点。再举一波。哦，哎，爆乌鸦了！冒乌鸦了。冒乌鸦了，感觉这一波是可以挂的。起点站没有密码机可以让他消乌鸦了，这很难受啊。那这一波新欧盟应该会直接挂上了，毕竟移形马上好了。这里大副是2挂，完全不担心会被星焰直接跳地窖。哎，其实终点这里是有一台密码机的，双双有一台密码机，但星焰没有找到机会去触碰。一个飞轮还是被3连给炸倒，哇！新欧梦今天状态拉满了，上来2把完成了4抓，赌到头头大师是最舒服的，反而是这把求生者需要把头头大师给藏起来，因为你追其他3个，那么你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开局。你可能说把人给打倒了，那么头头大师进行换一波位置，瞧上了还是比较自信啊。哇，那这一波确实是让真真9给赌对位置了。把终点站一封，然后直接去桥上追这个头头大师，这个头头大师跑不远的。这个点没有选择追头头大师，直接上起点站抓人。那18这里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所以对他来讲牵制会比较困难，只能纯靠板区博弈。那他可以稳稳的吃一刀坐车嘛？是的，这个点上站台吃刀，我觉得是最舒服的，这样把割据的位置骗得往上一点。哎。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队友是帮忙把车灯给点了，但这样的话，头大师自己的密码机会亏很多啊。这一波真真9去到桥上，枯草还要进行一个跑图，等于说前期真真9一直是在进入一个1追2的节奏。先放上一个迷烟炉，要不直接换追呢？没考虑换追，继续去选择追击心理。这样的话，只有化险为夷的话是牵制不太起来的。哎，隐月断了，要回溯吗？不回，想尝试抽一刀。这个位置有个短板博弈，但是也不太敢翻，真9直接走了过来。那这一刀平地刀是非常赚的，排除一阶。是的，前面板子一下，如果不交闪的话，求生者大概知道你是什么套路了。这2个板都不闪，哎呦，可惜是个慢翻。要不要先去踹一下火木马的密码机？是，但是火木马那边来得及吗？90多挂上的话，感觉开了。火木马那台应该是不太会留的，直接开掉。哎，不对，开的是外面的密码机。那这台来得及吗？98、99，皮皮章能意识到，还是成功开掉了。虽然这一把没有观众效应卡了，但是真真9时长踹不出来，更是难受啊。挪到了脸上啊。对。那现在就可以让双窗的这个人直接到帐篷或者狮龙去开一台新机啊！求生者前期没有给到太大的节奏，真9如果想踹的话，感觉只能踹桥上枯草的那台40%的密码机，直接利用被动无伤救，然后化险为夷倒到对面去。枯草这一波非常的细节，他为什么站在那边不动呢？他计算好了自己一个被动位移的距离是刚好到椅子面前的。真9如果不打的话，他反而难受。那打了的话，枯草一波无伤来到椅子面前，无伤掏，然后还可以再换一波位置。鬼板这台密码机也是不会被干扰的，能挂到脸上，这波是可以踹的了。那大不了踹就踹呗，踹就踹呗。踹了你就没有技能去衔接节奏了。是的，被你踹了，我这个节奏是能接受的。脸上这台是40多、45的密码机。然后把人给换到了鬼屋内啊！这一波看一下求生者，感觉是可以不救的，我觉得是可以卡的不救的。这样的话保3个满状态的人，然后有化险为夷还是来套一套。是的，火灾还有一个化险为夷。那这个气囊怎么卡呢？防自己的双倒没有给心理用，把心理直接送给你了，然后火灾调查员去修一台新的。是的，这把心理是真有点疲于奔命啊！一下让我倒鬼屋，倒鬼屋了又让我倒出来，又一直跑来跑去。这里应该是要倒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了。然后求生者可以把密码机给开到4台整，
真真九想续下一波节奏的话，感觉最好是能够找到火灾，因为它不仅是半状态，而且它也没有回光返照。看火在这里已经准备好牵制了，提前拉点。不过这里2个气囊感觉是还有一定的牵制空间，毕竟鬼板的板子全在嘛。这一波稍微拖一会儿，拖到队友那边开始破译，也是刚破译上这个气囊，怎么说能打断影月吗？没有打断，但是自己也弹出来一个回速，回到了脸上，板子一下没有抽到。皮皮虾还可以转进边上的最后一个长板，再补一个气囊，知道你现在没有回速。这一波很扎实啊！对，马上拖出来，哎呦，有个砸头，还给上自己一个板弹，前面影子回速交吗？强行交了，但是好像能碰到这个气囊。现在弹出来了。是的，2块板一下，完了，这一波被牵制的太久了，半状态的皮皮虾太能扛压了。是的，主要真真就在这个板区多的地方，他确实也没办法，很多板都是必踩板，他甚至牵制到了最后一台密码机，从0破译到了90多压好。勇者别亮了，就想跑一个，是的，一个枯草卡在脸上，然后让皮皮章去点门。没错，那这波枯草其实就得稍微扛一下压力了，而且好像没有卡得很死，他选择往桥上卡过去，真人九也是先排了一下桥上这个位置，能看到吗？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第一时间也不太敢去管门。这个淘汰进度对于真真九来讲，门能来得及吗？有没有捏个成鱼上站台的说法？捏了，这里感觉能拖很久啊。另一边是可以过去救援的。是的，回速到终点站门口。这一波其实如果打倒了，他手上的技能还在啊，可以切一个传送去守椅子上下来的2个人。哇，一个极限强风，这一局成都七七的求生者真的人均秀起来了，只能说真的是一个过板刀强行打倒。那另一边已经救下来，可以再重复一波，对吧？我一个人点门，一个人就卡着。没错，就把这枯草送给你了呀。他还有一个迷烟炉，对吧？我就在鬼屋桥上送给你。都是1挂，所以我卡满救的话也是来得及的。没错，假如你去管门，看一下枯草卡的这个位置，鬼屋感觉好像要被排了吗？真人九先排外侧的双板，耳鸣还在响，但是这个地方皮皮虾手上怎么还有气囊啊？他把鬼板的气囊给回收了，直接秒一个回速。但是这样回速的话，那你起点门你就完全管不了了。是，感觉只能被迫在鬼屋追击枯草了，跳到脸上。是的，迷烟炉能翻吗？翻不了，但是他也没有能力再去管起点门了。哎呦，最终皮皮虾要完成出门跑1的任务。是的，然后比分是6比3，那么也是恭喜成都奇迹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啊，以一个2比0干脆利落的拿下了比赛。是的。